吕雉从贤妻良母到血腥女皇，被权力和渣男逼出来的毒后。提到吕雉这个名字，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执掌江山的女皇帝，是发明人质这种酷刑的千古毒妇，还是那个被丈夫抛弃、被情敌逼到绝路的可怜原配？她的身上贴着太多矛盾的标签，贤妻与悍妇，慈母与屠夫，政治家与变态狂。有人说如果没有她就没有后来的文景之治，也有人说她的残忍程度2000年来无人能及。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这个女人原本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每天下地干活，养蚕织布，伺候公婆，拉扯孩子。那么到底是什么把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逼成了让整个王朝颤抖的铁血女王？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吕雉的一生，看看一个女人的命运如何被时代裹挟，如何被权力异化，又是如何在历史的夹缝中杀出一条血路。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的秦末说起。那时候吕雉还不叫吕后，她只是个10几岁的姑娘，名叫吕雉，是单父县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因为父亲吕公躲避仇人，全家搬到了沛县。吕公和沛县县令关系很好，乔迁新居那天，当地的官吏乡绅都来捧场，负责接待客人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萧何。萧何定了规矩，贺礼不满1000钱的请在堂下坐着，说白了，交钱少的没资格上桌。这时候门口来了一个人，大摇大摆地上拜帖，上面赫然写着4个大字：贺钱1万。这一嗓子喊出来，满座皆惊，吕公赶紧亲自出门迎接。可等他定睛一看，眼前这位爷30好几，胡子拉碴，戴个猪皮帽子，是个小小的泗水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平时好酒贪杯，不干农活，还养着一个私生子，在当地是个出了名的老混混。这人是谁？就是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当时还叫刘季。按理说这种空手套白狼的骗子应该被轰出去，但吕公会相面，他一看刘邦的长相，那是龙准龙颜，据说大腿上还有72颗痣，这面相了不得。吕公当场认定此人日后必大贵。酒席散了，吕公不顾老婆的强烈反对，硬是把不到20岁的宝贝女儿吕雉许配给了大他15岁还带着拖油瓶的刘邦。各位，咱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富家千金嫁给一个带着私生子的中年大叔，这是什么感觉？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不，简直是被连盆带花扔进了粪坑里。可在那个父命难违的年代，吕雉没有选择权，父亲一句话就决定了她的命运。婚后的生活天壤之别，那个在沛县呼风唤雨的刘邦，回家也是要吃饭的。吕雉从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她下地干活，养蚕织布，照顾非亲生的老大刘肥，后来又生了自己的女儿刘乐和儿子刘盈。而刘邦呢，照样该干嘛干嘛，打着亭长工作的旗号，满世界交朋友，喝酒赊账，隔三差五不着家，这哪是嫁了个丈夫，简直是找了个祖宗还要倒贴钱。但这时候的吕雉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史书上记载过一个细节，吕雉带着孩子在田里除草，有个老头路过讨水喝，吕雉不仅给水，还留人家吃了顿饭。这个细节说明什么？说明年轻时的吕雉心地善良，为人厚道，正沿着那个时代要求女性的轨迹，努力扮演一个好媳妇、好母亲的角色。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吕雉最多是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但时代没给她这个机会。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大乱。刘邦这个不安分的主儿，趁机在芒砀山斩白蛇起义，拉起队伍，踏上了争夺天下的道路。刘邦这一走可苦了吕雉，她成了叛军家属，被官府抓起来做了大牢。幸亏有个叫任敖的狱卒暗中保护，她才活下来。出狱后，他一个人拉着几个孩子，赡养刘邦的老父亲刘太公，在战火纷飞中提心吊胆地讨生活。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一过就是好几年。公元前205年，楚汉战争爆发，
刘邦在彭城之战中被项羽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逃亡路上，他遇到了也在逃难的一双儿女，刘盈和鲁元公主。夏侯婴赶着马车拉着他们跑，可楚军追得太急，刘邦嫌车上人多跑得慢，你猜他干了什么？他一脚把亲生儿女踹下了车。夏侯婴赶紧停车把孩子抱上来，跑一段，刘邦又踹下去，夏侯婴又抱上来。如此反复好几次，刘邦甚至想杀了夏侯婴，最后总算带着孩子跑掉了。而吕雉和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呢，没跑掉，被项羽抓了。这一当人质就是2年多。这2年里，吕雉在楚营中过着什么日子？史书没明说，但可以想象，一个女人俘虏，随时面临死亡甚至凌辱的危险，那是何等的煎熬。更让她心寒的是什么？有一天，两军阵前，项羽为了逼刘邦投降，把刘太公绑起来，架起大锅烧开水，威胁说：你不投降，我就把你爹煮了。面对这生死一刻，刘邦的回答堪称千古第一厚黑学教材。他嬉皮笑脸地说：咱俩曾经拜把子，我爹就是你爹，你要是非煮了咱爹，那别忘了分我一碗肉汤喝啊。各位听到这句话，你觉得吕雉心里是什么滋味？这就是自己苦苦等待操劳半生的丈夫。这个为了逃命可以踹下亲骨肉，为了胜利可以不顾老爹死活的男人，他心里还有这个家吗？还有一丝一毫的情谊吗？也就是在那一刻，吕雉心里的某种东西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刻骨的寒凉和求生的本能。在那个乱世，靠男人是靠不住了，要想活命，要想让自己的孩子活命，只能靠自己。当2年后吕雉被放归汉营时，她满怀希望地以为终于能夫妻团聚，可等待她的是什么？是刘邦身边那个年轻貌美、能歌善舞的新宠戚夫人。刘邦打仗都带着戚夫人，而吕雉这个结发妻子只能常留守，膝剑上一书。年老色衰的她，在丈夫眼里已经是个碍眼的黄脸婆了。从楚营归来的吕雉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蜕变，她不再是那个逆来顺受的农妇，她看清了现实的残酷，在这个权力的修罗场里，感情是最廉价的东西。她迅速调整心态，开始展现她的政治才能。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吕后为人刚毅，左高祖定天下，所诸大臣多吕后立。什么意思？刘邦在前面唱红脸，吕雉在后面唱白脸，专门干那些刘邦不方便干的脏活。最典型的就是诛杀功臣韩信，国士无双，为刘邦打下半个江山。刘邦想杀他，但又不想被杀功臣的骂名。这时候吕雉出手了，他趁刘邦在外评判，与萧何合谋，将韩信骗入长乐宫，在中室里处死，并一灭3族。那个曾经忍受胯下之辱的兵仙，最后死在了吕后的屠刀之下。紧接着梁王彭越被刘邦废为庶人，发配蜀地。路上碰到吕后，彭越哭着诉冤，求他帮忙说情。吕后满口答应，把他带了回来。可带回来之后呢，他对刘邦说：彭越是个壮士，你把他流放蜀地，是给自己留后患，不如杀了他。于是彭越也被砍头剁成肉酱，甚至这肉酱还被吕后派人分送给其他诸侯王，杀鸡儆猴。这一系列操作干净利落，心狠手辣。大臣们这才意识到，这位皇后比刘邦还要可怕。吕雉为什么变得这么狠？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她要保护自己的儿子刘盈。刘邦当上皇帝后，越来越看刘盈不顺眼，觉得这孩子人弱不像自己。再看欺负人生的儿子刘如意，那是如意累我，怎么看怎么喜欢。加上戚夫人天天在枕头边吹风，日夜提气，欲立其子代太子，废长立幼的危机像一把刀选在吕雉母子的头上。吕雉知道，如果太子被废，自己和儿子的下场绝对是死路一条。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斗争。为了保住儿子的太子之位，吕雉绞尽脑汁，她逼张良出主意，花重金请来商山4号，这4位连刘邦都请不动的世外高人，天天站在刘盈身后。刘邦一看，太子羽翼已成，连我都请不动的人都来帮他，
这才彻底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在这场夺嫡大战中，吕雉胜了，但仇恨的种子已经在他心里长成了参天大树。他对戚夫人的恨深入骨髓，这不仅仅是夺夫之恨，更是差点要了自己和儿子命的杀身之仇。公元前195年，刘邦驾崩，17岁的刘盈即位，是为汉惠帝，吕雉升级为吕太后，也终于等到了清算旧账的时刻。压抑了10几年的仇恨，像积蓄了1000年能量的火山，一旦喷发，必然是毁灭性的。他是怎么对付戚夫人的？首先把戚夫人抓起来，剃光头发，脖子上套铁圈，穿上囚衣，让她在永巷里玉米干苦力。戚夫人一边揪一米一边唱歌，子为王母为鲁，终日秋柏木，常与死为伍，相离3000里，当谁使告女。这首歌彻底要了他和儿子的命。吕后一听，你还指望你儿子赵王如意来救你？好，那我就斩草除根。他4次派人召赵王刘如意进京，赵国的丞相周昌知道吕后没安好心，顶着不送。吕后先把周昌调到长安，再召刘如意。汉惠帝刘盈心地善良，知道母亲要杀弟弟，亲自到坝上迎接刘如意，和他同吃同住，时刻保护。吕后一直找不到机会，但百密一疏。有一天，汉惠帝早起出去打猎，刘如意年纪小，睡懒觉没起来，就这么一个空档，吕后的人就来了，拿着毒酒硬给刘如意灌了下去。等惠帝回来，看到的只是弟弟冰凉的尸体，杀了刘如意。这还没完，更惨绝人寰的是对戚夫人。吕后下令砍断戚夫人的手脚，挖去眼珠，驯聋耳朵，灌哑药让她说不出话，然后扔在厕所里，给她起了个名字叫人卓、人珠。几天后，她还人性未泯地叫自己的儿子刘盈来参观。刘盈是个善良的孩子，他走到厕所边，看到那一团血肉模糊还在蠕动的怪物，一问才知道，这就是那个曾经风华绝代的戚夫人。这位年轻的皇帝当场吓得大哭，回去就病倒了，整整1年起不来床。刘盈派人去对吕后说了一句响彻千古的话：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翻译过来就是，这不是人干的事，我既然是太后的儿子，我就没脸再治理天下了。从此以后，汉惠帝彻底自暴自弃，不理朝政，每天饮酒作乐，纵情声色。他在用这种方式反抗自己的母亲，也在惩罚自己。儿子的指责没有让吕后醒悟，为了权力，他已经疯魔了，惠帝的婚姻他也要插手。他居然把自己的亲外孙女刘盈的亲姐姐陆元公主的女儿张嫣嫁给刘盈做皇后。舅舅娶外甥女，这不仅是乱伦，更是对儿子人性的又一次践踏。刘盈和张嫣没有孩子，吕后就让她假装怀孕，然后把后宫美人生的儿子抢过来，杀了孩子的亲生母亲，对外宣称是张嫣生的，立为太子。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一件是人能干出来的？公元前188年，年仅23岁的汉惠帝刘盈在抑郁和痛苦中驾崩，他为大汉朝，为这个狠毒的母亲赔上了自己的一生。史书记载了一个极其诡异的细节：发丧的时候，吕后干嚎，光打雷不下雨，哭而泣不下。他唯一的亲生儿子死了，他居然哭不出眼泪。这时候，一个15岁的少年张辟就看出了门道。他对丞相陈平说，太后死了儿子哭不出来，是因为他害怕你们这些老臣，你们得赶紧请求太后拜他的娘家侄子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军，掌管南北军，让吕氏家族掌权。太后安心了，你们才能活命，一语惊醒梦中人。陈平照做了，果然吕后的眼泪这才哗哗地流下来。这个细节告诉我们什么？在吕雉心里，对权力的欲望已经远远超越了母子亲情。儿子死了，他第一反应不是悲痛，而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如何防范潜在的政敌。这时候的吕雉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权力动物。惠帝死后，吕后立了娃娃皇帝，
自己临朝称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女皇。她开始疯狂提拔吕氏家族的人，想把她那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踩在脚下。她想封吕氏为王，右丞相王陵跳出来反对，搬出刘邦的遗训。吕后很不高兴，把王陵明升暗将，夺了实权。然后又问陈平和周勃，这两个老油条学聪明了，说如今太后您称制，想封自家兄弟为王，有啥不行的？吕后一听大喜，于是吕氏一门鸡犬升天，吕台封吕王，吕产封梁王，吕禄封赵王，就连他妹妹吕顺都封了灵光侯，开了女性封侯的先例。但他对刘氏子孙的迫害却从未停止，他把刘氏宗室的女儿嫁给吕家的人，名为联姻，视为监视。赵王刘友因为不喜欢吕后硬塞的吕氏王后，被王后诬告谋反，吕后把他招到长安，围困在府邸里，活活饿死。刘友临死前唱了一首悲凉的歌，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李熙托天报仇，梁王刘辉也被迫娶了吕产的女儿。王后带着大批吕氏随从，把刘辉监视得死死的，连他喜欢的一个爱妃都被吕后派人毒死。刘辉悲愤交加，最后自杀身亡。吕后就这样像拔钉子一样，一个一个地收拾着刘姓诸侯王。在他眼里，只要是挡了他吕家路的人，不管姓刘还是姓吕，都得死。但他毕竟老了。高后8年，公元前180年，一场迷信活动彻底击垮了他。这一年3月，他去坝上祈福除灾，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东西像一条青毛狗，向他扑来，一下就消失不见了。回去一算卦，说是赵王刘如意的鬼魂作祟，从此吕后一病不起，伤口溃烂而死。也有学者根据史书记载推断，他可能是得了狂犬病。临终前，吕后做了最后的安排，宁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梁王吕产统领南军。他死前反复叮嘱他们，高帝平定天下后，曾与大臣立下盟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我封你们为王，大臣们心里不服。我死后皇帝还小，你们一定要掌握兵权，守住皇宫，千万不要为我送葬，不要被人所知。但事实证明，吕家的后代比起刘邦那帮老弟兄差得太远了。吕后一死，尸骨未寒，早就心怀不满的刘氏宗亲和功臣集团立刻动手，齐王刘襄起兵，打着诛杀诸吕的旗号。吕产派灌婴去迎战，结果灌婴一到荥阳，立马倒戈，和刘襄联合。长安城内，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里应外合，周勃想进北军，但进不去，最后用了个诡计，把吕禄骗出军营，才持节闯入北军，振臂一呼，拥护刘氏的露出左肩。一时间，北军将士全部袒露左臂，人心向北，一目了然。紧接着，朱虚侯刘璋带兵杀入未央宫，在郎中府的厕所里把落单的吕产一剑杀死。随后，吕氏家族无论男女老幼，被一网打尽，无少长戒斩之。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吕氏外戚集团，在吕雉死后不到3个月，就彻底灰飞烟灭。讲到这里，吕雉的一生似乎就是一个血腥的宫斗剧，但如果节目就这么结束，对吕雉是不公平的。因为历史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我们不能因为他的狠就完全抹杀他的功。司马迁在《史记》里虽然毫不留情地记载了他的残忍，但在最后评价吕后统治的这15年时，却用了这样一段话：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明的立战国之苦。君臣俱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之，正不出防护，天下俨然，刑罚罕用，罪人是息。民物价俗，衣食资职。什么意思？是说在吕后掌权的这段时期，天下百姓终于摆脱了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的战乱之苦，君臣上下都想休息一下。吕后虽然是个女皇帝，但她推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她很少使用严刑峻法，犯罪的人很少。老百姓都专心种地，衣食越来越富足，这是极高的评价。这说明什么？说明吕雉虽然在宫廷斗争中是个魔鬼，
但在治理国家上，他却是个出色的政治家。他延续了刘邦时期的政策，鼓励生产，减轻赋税。他虽然大封诸吕，但并没有大规模改变汉朝的政治体制。对于匈奴的挑衅，他也能冷静处理。匈奴冒顿单于曾写信侮辱他，说什么你死了丈夫，我死了老婆，咱俩凑合凑合，这是奇耻大辱。吕后虽然大怒，想杀了使者出兵匈奴，但被季布劝住后，他强压怒火，反而悲辞厚礼地回信说，我已年老色衰，头发牙齿都掉了，走不动了，还送了车马。他用忍让为汉朝换来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时间。正是他这10几年的休养生息，给后来的文景之治，甚至给汉武帝北击匈奴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该如何评价吕雉？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一生被命运摆布，被父亲许给了混混，被丈夫抛弃利用，被情敌逼得退无可退。她是一个狠毒的母亲，为了保护儿子，她杀红了眼，可也是她亲手逼死了儿子，逼疯了孙子，葬送了整个家族。她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她用铁腕稳定了出生的汉朝，用智慧让百姓过上了安稳日子。吕雉的一生是人性在权力场中异化的全过程。她就像一个走钢丝的人，一边是万丈深渊的权力欲望，一边是普通人的情感道德。她成功地走到了权力的巅峰，却也彻底摔碎了自己作为人的一切。如果说刘邦是那个开天辟地的传奇，那吕雉就是那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后人，在绝对权力面前，人心的恶可以膨胀到什么地步。同样，在政治博弈中，一个女人为了生存，又能爆发出多么惊人的能量。好了，今天关于吕雉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不知道听完她的故事，您对这位中国第一后是恨多一点还是怜多一点呢？这里是青雨 FM， 咱们下期再见。